嗨，我是 VK， 欢迎来到 VK 科技阅读时间。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用好奇心探索世界。在这里，我们会聊科技世界的精彩故事、新创团队的奋斗历程、科技代表人物的思维，以及重量级商管著作的心得。每周三中午，我会在 YouTube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更新。每周二，电子报也会同步发布在 First Story 跟方格子，可以在资讯栏当中找到所有相关的连结。本集节目由天下学习赞助播出。前阵子呢，在介绍云端资安公司 Wiz 的创业故事的时候，当时就有提到共同创办人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就是说传统的安全就像是等到生病去看医生，那 Wiz 呢，它是风险成为问题之前就先对于风险进行及时的察觉。这一类的从事后补救到提前预防的比喻呢，它不只是资安产业的缩影，更让我想到近几年来的品牌行销最常见的一个盲点，就是说我们经常在顾客流失之后才发现问题，在业绩下滑之后才想要挽救这个转换率，在会员快要忘记的时候呢，就开始丢一堆这种促销的讯息，但这比较不像是经营，而是补救。那天下学习呢，近期推出由美库尔台湾董事总经理夏宇农 Scott 他所开设的顾客价格变现工程学。他拥有20年的顾问经验当中，擅长电子商务、数据决策行销还有 CR Marketing 等跨领域顾问咨询的经验。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应该要从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转换到 CXM， 也就是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这不是改名，而是一种商业思维的升级。 CRM 处理的是要留住谁，发什么 EDM， 那 CXM 呢，他问的则是说我们为什么值得被留下。那你可能也遇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顾客只来一次就不再回来了，或者是说 CRM 系统上线了，营收却没有起色，或者是说名单很多，可是每一次促销都好像在赌运气一样，甚至呢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共识也没有节奏。Scott 认为呢，这个问题不在工具，而是缺乏一套能整合决策、经营和顾客行为的逻辑。他就在课程当中提出自己所设计的 CXM 5层架构。这套架构呢，其实已经在电信、金融、消费品等跨国品牌当中实战验证，帮助团队当中去从零梳理顾客价值的路径，设计出真正可以复制的成长策略。其中呢，他在课程当中就提到顾客价值路径呢概念，就是由美库尔台湾所独立开发的全新 CXM 顾问方法论之一，专门用于全面的剖析从会员招募、交易、留存到流失的各个阶段可能会存在的问题。透过这一套方法呢，能够迅速的凝聚跨部门对于会员经营议题的共识，并且诊断会员旅程当中的关键断点，涵盖了流程衔接资源投入、数据系统以及组织运作等等的层面，协助企业找出影响会员价值成长的核心问题，进而去制定精准的优化策略。在2025年呢，面对关税压力升温，消费决策变慢，转换率日渐下滑，品牌正集体进入顾客经营的关键时刻。过去几年呢，品牌经营一直是以 CRM 为核心嘛，但是随着市场变化加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新一代的顾客策略思维，也就是 CXM 顾客体验管理。那 CXM 的本质呢，不是说怎么发 EDM 或是怎么设折扣，而是从顾客价值的视角去重新设计品牌的经营节奏，让数据不只是统计报表，而是真正能推导出决策，带动再购跟留存还有营收。这一堂课呢，不是教你怎么样去操作系统，怎么样玩点数或是发优惠码，而是一堂从帮助你 CRM 的操作者升级为 CXM 的策略设计者。不论你是数位转型的负责人，或者是品牌策略的主管，还是在面对会员经营困难的行销人 PM， 这堂课都会是你提升战略视野、重构顾客经营逻辑的关键起点。这不只是如何经营会员，而是如何打造长期营收模型的实战课。那如果你对于夏宇农 Scott 的 Next CXM 顾客价值变现工程学有兴趣的话，欢迎透过下方的资讯栏了解更多的资讯。那现在呢，如果你输入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专属优惠码 TECH 500 TAG 500，就可以再折500元。那现在限时预购是低于44折的，所以是非常划算的折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欢迎透过资讯栏去了解更多。接着呢，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这一集呢很特别，我们要来聊聊矽谷传奇投资人 Naval Ravikant 他10个改变我思维的核心概念。这10个概念呢，也是他的人生智慧。那这一集呢，我预期会比平常还要长一点，因为它可能会有2个小时，因为10个概念一个讲10分钟的话就要100分钟了嘛。
那大概在前后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开场介绍以及结尾的部分，所以加起来可能差不多要20分钟。总之呢，这一集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集，因为我一直好想要再做一集 Naval Ravikant 他的人生智慧的完整版，因为他有很多的人生智慧，甚至是对于财富的想法，实在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影响我很深。有一些书和想法会在某一些时刻突然打中你，然后让你对很多事情有了全新的视角。那对于我来说 Naval 他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跟投资人之外呢，其实我更认为他像是一个很深刻的思考者，就是他也很像是我的人生导师。因为其实我看纳瓦尔宝典已经看了大概有上百次了，就是大概过去的4到5年的时间，它基本上都是我的床头书。只要我觉得有点烦躁，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翻这本书。甚至呢，其实他很多时候去上了不同的 podcast， 我也会去把他的内容给听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他就是我的人生导师。然后从他的访谈当中，很常会听到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见解跟想法，那这对我都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 VK 不是过去已经做过纳瓦尔宝典的内容了吗？那为什么又要再做一集呢？如果听到这里你有这样子的疑问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赞的忠实听众，因为在这一集呢其实是23集，那我们现在已经105了，所以它已经隔了一段时间，而且那算是一个我非常早期的一个内容，所以那时候大概只有讲了30分钟吧。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再重新做一集，因为很常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人对于纳瓦尔的讨论啊，然后我就会好想要在下面贴这一集的 podcast 给他。可是那时候其实因为讲话可能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顺畅啊，或者是讲得这么精彩，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说啊，算了，不要贴好了。所以我其实心中一直都有很想要再重新做一次纳瓦尔或者是纳瓦尔宝典这样的主题。最近因为刚好我又看到了纳瓦尔他去上了一个访谈叫做 Modern Wisdom， 然后他上访谈讲了3个小时，其实在这3个小时当中他讲了很多不同于纳瓦尔宝典的概念，那这之中呢其实都会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新的见解啊，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那总之其实我觉得这跟 Naval 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其实就很像一个宝库，然后你每次探索你都可以发现新的宝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好，那如果是现在的我想要做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分享的话，我会怎么样切入？所以呢我就整个灵感大爆发，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整理出10个我认为最重要纳瓦尔的观念，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概念呢它不只是改变我的思维之外，其实它也实际的去影响了我的行动，甚至是影响我的思考方式。那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当中就会来跟大家介绍这10个概念究竟是什么，那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实践。在介绍这10个概念之前呢，我想要先来介绍一下纳瓦尔他究竟是谁，以及为什么他背后的故事这么的独特和精彩。大家很多时候会知道纳瓦尔是因为他是创业家，或者是他是天使投资人。那创业家的身份呢跟他过去成立了新创募资和人才媒合平台 Angelis 有关，因为他是 Angelis 的共同创办人。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他其实对于创新啊创业这样子的题目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他还有在成立一个叫做 Venture Hacks 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他会讲很多关于新创的建议啊，或者是股权应该要怎么谈啊等等的。这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是 YC 的 Startup School， 就是你关于很多新创的知识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去了解，里面有写了超多的文章，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除此之外呢，大家也会称呼他是矽谷的天使投资人或是传奇投资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过去其实投了200多家的科技公司，包含 Uber、Twitter、Notion、Clubhouse 等等的，这些都有参与投资。那最后呢其实有出场的就有70多家，那有10多家呢甚至成为了独角兽的公司。所以基本上呢摊开他的 portfolio 就是表现的算是非常非常好。那除此之外呢，他前阵子其实也有在创了一个业叫做短语音的社群 AirChat，那只不过他其实就只有爆红一时，可是到现在其实没有算是非常的成功，简单来说有点失败了。可是对于纳瓦尔来说，他在前阵子的 All In Podcast 当中他就讲说，其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产品的打造者，就是他很喜欢去打造一个产品，喜欢从0到1这个过程，他比较不会把自己定位在投资者投资人这样的角色，他就说投资其实只是一个副业。那总之呢，其实更多人会认识纳瓦尔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爆红的连环推文叫做 How to get rich without getting lucky，
这一则贴文呢，基本上把很多就是他如何致富的这个原则，把它写成一个很长很长的推文，让大家去了解，甚至去让大家学习怎么样在不靠运气的情况之下呢致富。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说到纳瓦尔的背景，因为他的背景其实是没有澳人的出身，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从印度移民到了美国，然后爸爸原本是药剂师，可是因为美国不承认他的学历，所以他只能在五金行工作。那纳瓦尔小时候的时候就帮忙家里送报纸啊、洗碗、送餐等等的。那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就很喜欢阅读，所以他阅读得非常广泛，后来考上了时代文森高中。那这件事情也帮助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因为到了高中念书完之后，他就考上了达特茅斯学院，就读经济学跟电脑科学。那后来就进入到科技业工作。那在科技业工作之后，他就开始陆续的创了很多不同的业。他其实就说了，我出生于贫穷，现在很富裕也很快乐，这是我挣来的人生。还记得我在印度还是个穷孩子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所以其实基本上纳瓦尔他在讲的很多概念都是从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开始讲起，就是他如何做到这件事情的。那他希望把这样致富的概念，或者是如何取得平静快乐的这样的想法告诉给大家。那讲到纳瓦尔，一定就会介绍到纳瓦尔宝典。那这本书呢，最近其实在全球卖了100万多本。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Almanac of Naval Ravikant， 副标题叫做 A Guide to Wealth and Happiness。 那这本书呢，我认为有2个很有趣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免费的，就是你直接打 The Almanac of Naval Ravikant Book 或是 EPUB 等等的，基本上你就可以进到这个官网里面去下载它的 PDF、EPUB， 甚至你可以直接在 Web 上面浏览。这本书呢，完全免费公开给大家去做参考。那目前来说，你可以直接下载到英文的版本，我记得繁体中文版好像是不能下载的。那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本书其实不是 Naval 自己写的书，而是由 Eric Jackson 他整理编辑的。所以基本上呢，纳瓦尔他是没有在这一个书的出版当中获得到任何利益的，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一个内容呢，都是整理他过去10年在 Twitter、部落格、Podcast 上面所分享的智慧跟一些想法，把它集结成书。所以这本书其实他会讨论怎么样致富之外，还会有怎么样培养你的判断力啊，怎么样学习，还有如何取得平静等等的。总之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纳瓦尔宝典，以及去听他很多的 podcast。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就可以去他的官网下载啊，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实体书这样子。那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2个版本都有，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把自己沉浸在纳瓦尔宝典的概念当中。接着我们就要来介绍这10个概念是什么。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用这个顺序来介绍纳瓦尔的智慧。接着呢，我们会来介绍从目标到方法再到心态的这完整系统，就是你要先知道要去哪里，然后知道怎么走，以及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走完这一条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致富，致富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追求赚钱或是赚很多钱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终极目标，那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其实在这里可以先小小透露一下，就是这个财富的终极目标呢，是为了要让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为了要达到自由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呢？以及达到这样子的目标之后，其实我们都还是会面临到一些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问题嘛，所以会有一个心态，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欲望，甚至是追求平静这件事情究竟要该怎么达成，其实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这一集当中来跟大家介绍。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财富不等于钱，财富最终要获得自由。其实这里可以先讲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在前面几次在看纳瓦尔宝典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清楚知道为什么这本书的排序是先从创造财富、培养判断力，再到学会快乐的这个主题上面。随着我看的这本书的次数越多，听的内容也越多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其实是纳瓦尔他很刻意的一个安排，就是他想要先教会大家怎么样去创造财富这件事情，再来谈怎么样去学会快乐，甚至是学会平静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最新的访谈他就讲到一段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不想要油腔滑调的说赚钱啊成功啊没有意义，绝对有，钱可以解决你所有金钱的问题，所以有钱是一件好事。当然你可能会知道，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透过钱去解决的，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这是你需要花时间花心力去投入才能获得的。他就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来讨论创造财富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花很大的篇幅在讲怎么样去创造财富。因为把可以透过钱去解决钱的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再来解决那些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要来定义一下纳瓦尔他心中的财富是什么，以及他跟钱有什么样的不同。他就说了一个很精准的话，他说财富不是为了买皮草大衣、开法拉利、驾游艇，这些东西很快会让人家厌倦，而且觉得无聊。他说呢，财富的目的是自由，而且真正的财富是你在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替你赚钱的资产跟事业。好，这边大家可能听了会觉得有一点模糊，就是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其实他所谓的财富就是说睡觉可以帮助你赚钱的资产嘛，那这些资产可能包含说房产啊、软体啊、内容啊，甚至人力，它其实都算是一种财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是在玩正和游戏，就是你是在玩一个长期的游戏，你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一些杠杆去帮助你赚钱。那第二个呢，叫做金钱。金钱就是用时间换来的报酬，比如说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今天我投入了8个小时上班，我就可以赚到月薪这样子，它是一个跟时间成正比的，我今天投入多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那这个它就把它定位为金钱。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地位。地位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位置，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小职员，我想要往上爬到主管或是大主管的位置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地位的游戏。那他认为这个地位游戏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因为今天坐上去这个位置的人只有一个，所以你必须要跟别人你争我夺才能抢到这样子的位置。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过去听过很多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 podcast 的话，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不要去玩零和游戏，应该要去玩那个长期游戏，就是大家都是持续的想要把这个饼做大，而不是去分这个饼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其实就是在强调说财富是让你的投入跟产出脱钩的。那金钱呢，它就是一个1:1的交换，你今天投入多少时间就会得到多少金钱。那地位呢，就是一个你赢我输的一个状态，或是我赢你输。所以他想要鼓励大家的事情是去玩长期的游戏，并且累积财富。那你可能会想说要怎么样去累积财富呢？他其实有提供几个方法，就是第一个，你要去建立你的资产或是杠杆，也就是说不要去追逐薪水这件事情，你可以靠写作啊、开发软体啊，或是投资房产等等的方式去让你的产出跟投入的这个概念是脱钩的，而不是线性关系。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长期的赛局，也就是说让所有人都是去获得这个大饼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饼做大，并且从中分饼，而不是在一个有限的饼之内去分出各个不同的饼，甚至去争夺这样子。这里呢就可以讲到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投入不明智的赛局，就算赢了也只能得到愚蠢的奖励。其实基本上你在投入每一场赛局的时候，不管是财富也好、地位也好，还是金钱也好，你可以问自己这个赛局是否明智，那奖励是否值得我去做了这么多的投入心力甚至是时间呢？那你要记得就是把时间投资在可以产生复利的事情上。这点呢其实就是他在强调财富不等于钱的一个概念，就是财富它可以让你获得一些时间上面的自由，或者是选择上面的自由。因为今天你把投入跟产出脱钩了之后，你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或是你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的休闲娱乐啊等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专业能力啊，或是独特的知识是只有你才知道的，或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有一些选择上面的自由，因为你所拥有的知识是非常稀缺的，所以大家就会想要争相的来找你。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去找出那些你喜欢的，或者是你觉得有趣的合作机会等等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接着可以进到第二点，就是如何让好运找到你，让幸运变成命运。就是呢 Naval 他就说了，你可以用某一种的方式去塑造你的性格，然后这个性格呢就变成了你的命运。他就举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例子，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在回过头去听 How to Get Rich 这档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有了更深的一层的体悟，就是说如果呢你是世界上最擅长深海潜水的人，当有人发现沉船宝藏却没有办法打捞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找你，因为只有你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一个就变成是某一种你的命运，因为今天只有你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只有你才拥有这样子的深海潜水的能力，它塑造了你的性格，而你的性格也变成了你的命运。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稍微介绍一下纳瓦尔他其实把运气分成了4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盲目的运气，它是完全随机而且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运气的时候，其实就会是在讲这一个，就是比如说中大奖啊，或是在路上捡到钱等等的。这种运气其实基本上就只能靠几率，因为它没有办法由个人全权掌控。那第二个呢，叫做努力带来的运气。
很多时候你可以透过大量的行动去创造机会，比如说很像是在混合培养皿当中的试剂，你可以这个加这个，然后去看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一个概念有点像是大数法则，就是只要我努力的越多次，失败的越多次，我一定会有一两次会成功的。所以这有点像是说，好，我透过这种大量的努力去看看我可不可以就是随机的去达到一个，然后而有了一个成功的运气。关于这点我其实蛮有共鸣的，过去在写 NobuLM 的那系列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刚开始是没有预期到这一篇的效果会受到大家的喜欢，或者是说这一件事情是大家会感兴趣的。因为当时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主题，然后是我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跟我怎么样跟这一个工具一起去互动，一起去写作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发出去之后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其实可能你会预期到说，我如果今天写这题应该会中，就是结果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嘛。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时候写 NobuLM 结果大家其实蛮喜欢的，就是这有点是在意料之外。但是就是很像是一个大数法则，你必须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主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哪样子的内容是大家喜欢而且有共鸣的，所以这个就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运气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叫做准备带来的运气，就是说你因为专业，所以可以看见别人错过的机会。比如说你今天对于某些领域非常熟悉，所以你可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就是说有一点是你是一个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当今天运气出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而其他人不会。这个概念比较是说你拥有了某一些的独特知识，或者是你有一些专业能力，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我觉得很会投资的人其实就很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为什么会投资这个股票，或者是为什么会投资某一档的 ETF， 他背后一定是看到了某一个大家可能还没有发现的机会，所以他可以获得到一定的报酬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此之外呢，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独特性格带来的运气，你成为唯一的选择，让好运主动找上你。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也就是说今天你是一个世界上最会深潜的人，所以当今天有人发现了沉船宝藏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一定会想到你，就是你让你的运气变成了一种命运，因为这不是随机的，而是你创造出来的一个运气，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利用运气的位置。今天大家想到了 A 或者想到了什么，一定就会想到你，因为某种程度你建立了这样子的连结，只有你才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知识，一个专业能力，你就会想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实践呢？那我是不是要开始做个人品牌了呢？因为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说法的话，有一个个人品牌的结论好像其实也是蛮合理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宝拉就是一起来跟我们聊 with K8S 研究的那一个朋友呢，他就问我说，那所以我要培养第四种运气的话，我是不是要开始做个人品牌？然后我就想了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50-50，有一半对，但是有另外一半好像不是纳瓦尔他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其实他用了一个概念叫做把自己产品化，也就是说找到那一个只有你能做的事情，然后运用你的独特个性或者独特特质，让机会知道去哪里找你。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是拥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以及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把自己产品化的一个概念，就是让好运让机会知道去哪里找你。所以呢，这一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在你知道财富之后，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机会，让好运让财富主动找上你。那这其实跟我们过去讲过的幸运表面积也是很接近，就是你告诉多少人乘上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等于你的好运嘛。其实某种程度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把自己产品化的概念。接着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三个，如何成为一个让人值得信任的人。纳瓦尔他在最有名的连环推文 How to get rich without getting lucky 的最后总结的时候，他就说，总结成一句话，把自己产品化。这一个概念很简单，就只有2个字， productize yourself。 然后他就进一步解释就是说，用你的名字去承担商业风险，社会会用责任、股权跟杠杆来奖励你，因为你在做自己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的。那你可能就会想说productize yourself， 把自己产品化，这究竟什么意思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你要去建立信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productize 它是代表着杠杆、规模化甚至是特定知识，那 yourself 就是代表你的独特性、当责，甚至是某一种只有你才能拥有的一些能力。这个概念其实它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强调，但是它的所有概念都会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很喜欢把自己产品化当作是一个飞轮，就是你要先认识了独特的自己，我们再来谈产品化。所以这里的顺序会是先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是一个飞轮的基础。那你可能就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让人家信任的人？让人信任的人需要具备哪一些特质呢？虽然纳瓦尔他没有直接的列出来信任清单，可是他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访谈当中，他都会反复出现几个他欣赏的个人特质。那我认为这是一个你可以去看看说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信任特质，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跟别人合作，你也可以看看他是不是有具备这样子的信任特质。第一个叫做正直 integrity， 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最难观察的一个特质。他就是说为什么最难观察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意图，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行动。他就说呢，在选择商业伙伴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质。如果今天有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为了迎合你去做了一些对于其他人可能是股东啊、员工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他就说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是一个警讯，因为这代表他们背后没有坚守原则，他未来也有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正直我会这样子翻译，或者是我会这样认为是它是一种即使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他也愿意去说实话，给予建设性的批评跟建议，就是它是一条选择困难但是正确的道路的一种勇气。很多时候他会认为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就是正直这样子的特质是比聪明跟勤奋还要更重要的。我会更认为这是一个言行合一的指标，不会因为为了迎合谁而去违反自己的原则。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同时你要必须对于自己诚实，也必须对于他人诚实。所以总之我觉得正直是一个不容易观察，也不太容易去察觉的一个特质，但是对于信任却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愿意玩长期赛局。那瓦尔呢他就说，如果你不能想象跟某一个人合作一辈子，那就连一天都不要合作。虽然呢听起来很极端，可是我觉得蛮同意这一个说法的，就是它是让彼此是有互信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发现了可能某一个人他跟你的价值观或是跟你的原则不符的时候，然后你还强迫自己要跟他合作，这件事情其实你只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痛苦。那纳瓦尔他其实就举了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例子，就是说他很喜欢跟天使投资人 El Gil， 就是他是 Stripe Press会成立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他是 Stripe 的天使投资人之一。那当时他其实想要出一本书，他就拿去给 Collins 兄弟看，然后 Collins 兄弟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喜欢，所以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出版这样子。那总之呢 Stripe Press 的第一本书就是 El Gil 的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天使投资人。他就说呢 Gil 其实在交易达成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投资达成的时候，他都会尽可能的给纳瓦尔多一点的利益，那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产生额外的费用他也会自己承担，甚至呢他不会告诉纳瓦尔。纳瓦尔就说他其实都是事后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呢纳瓦尔他都会把每一个的投资机会都发给 El Gil， 让他一起玩这个长期赛局。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 El Gil 他不会因为短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到很多我的最大利益，然后让纳瓦尔有损失，不是，他是说我如果可以给的话我就尽量多给，那反正我们就是玩长期赛局，而这之中其实我们已经有很深厚的信任关系，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子持续的玩下去。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愿意玩长期赛局的一个特质。那第三个呢叫做真诚或真实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很喜欢讲一句话，是在做自己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的，人生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寻找最需要你的人和事。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在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老生常谈，这当然我也知道做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人跟你竞争，这一点其实蛮独特的。可是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它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非常了解自己的独特性，你擅长什么事情，不擅长什么事情。一开始我在做电子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写过纳瓦尔宝典，所以在刚开始看到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确实影响我很深，可是我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独特性来做这件事情，就这之中一定会有产生非常多的怀疑。但是呢其实随着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你也会知道说自己擅长的主题或者是自己不擅长的方向是什么，那你就是尽量 focus 在你擅长的事情上面嘛，那偶尔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你不擅长的事情。我后来会更发现说
其实他想要讲的是不要去试着模仿别人。如果成为你自己或者是说做自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困难的话，那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就是说你不要去试着模仿别人。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你在模仿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跟所有的模仿者竞争。可是当你今天真实的成为你自己的时候，选择你有兴趣的主题，加进你的人生经验、观察和看法，这件事情总是会让你的内容变得更有特色的，更让人知道说你在创造的产品跟内容是一种你这个人的延伸。这时候其实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竞争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兴趣的事情可能不见得其他人会有兴趣，而这件事情才会是你最独特的价值。这件事情其实我花了超久的时间我才搞懂的，因为在一刚开始我做电子报或是做 podcast 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去看一些可能过往也是在相同领域相同主题的人在做的事情嘛。那你每一次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OK， 我好像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程度，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分析的这么到位，我没有办法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随着我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也真实的知道说我自己其实擅长的是更喜欢讲这些科技公司的故事，或是从人物的角度来去看这些故事。那某种程度这件事情就会创造了一种独特性，而这独特性是只有VK 科技阅读时间才可以做到。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你需要花一点时间，不太可能说我今天不做任何事情我就可以突然想到我自己有多独特，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没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很多的试错，不断的去探索，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让人觉得很痛苦、很怀疑、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这就是一个你在认识自己的过程。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终点的，就是你一定会在不同的时期遇到不同的事件，而这件事情会帮助你去更加了解自己。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说我今天认识的自己是这样，所以我可能到了40、50岁大概都是这样。不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过程，你必须要很真实、很真诚的面对自己。那么他就说因为这个世界上缺乏真实性，所以人们常常为了地位而表演，说些自己不相信的话。那这种表演性其实会被察觉，而且会把你困在一个你不是自己的状态。某种程度呢，我觉得这可以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人设啦，就是你不要为了去扮演某一种人设而去成为那样子的人设，因为它会距离真实的你越来越远。另外一个特质呢，叫做自尊。那瓦尔他就说，缺乏自尊是人生最糟糕的结果。他就说，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话，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都会变得异常困难。那建立自尊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为他人付出，为你所爱的人事物做出行动。他说这些行动即便外界都看不见，可是也会让你感到自豪。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很呼应正直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也可以观察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特质，或者是你想要信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特质。那第5个呢，就叫做警惕骄傲。他就说骄傲是最昂贵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学习的敌人。骄傲会让你很难以去承认错误，让你固守在错误的决策当中。稍微统整一下，就是我认为在实践把自己产品化的过程，最大的体悟就是你不要试着去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或者是不要试着去模仿其他人，而是要成为你最佳的版本，就是要成为自己的 best version 这样子。因为信任是所有复利的基础嘛，所以我们刚刚都是在讨论说怎么样让运气找上门。首先呢，你要先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怎么样成为值得信任的人呢？基本上你可以去观察自己或者是他人有没有这5个特质，也就是说正直、愿意玩长期赛局，还有真实真诚，以及自尊跟警惕骄傲。接着呢，我们要来讨论第4个概念，也就是独特知识。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核心能力。前面我们在讨论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以及说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甚至是说你今天想要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看看他们是否具备这样子的信任特质。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讲到把自己产品化，就是产品化的那一个部分。产品化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要谈到更多的这种 hard skill 嘛，所以也就是独特知识。那纳瓦尔的核心定义呢，就在于独特知识是不能被训练的知识。如果你能透过上课学会的话，那其他人也都可以学会，所以某种程度你就很容易被取代。那找到那些真正对你来说是像是在玩耍，可是对别人像是在工作的事情，而且透过追求你真正的兴趣还有好奇心跟热情，找到属于你的独特知识。
那纳瓦尔他就提到独特知识有3个特征，就是第一个，你做起来是在玩乐，可是别人看起来像是在工作，以及第二个，它是需要高度创意甚至是技术性的，然后第三个是在知识前沿不断探索和获得的。也就是说，你要持续的不断去学习精进，这件事情才可以帮助你去拥有某一种的独特知识。那我觉得这边最有趣的就是纳瓦尔他就说他的独特知识呢，就是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展现出来的一个天赋。小时候的纳瓦尔呢，就告诉他妈妈说他长大之后要当物理学家，然后他妈妈就说不会，你会进入商业的领域。虽然当时呢他其实听到我觉得很不以为然，可是妈妈看得蛮准的，因为他最后就是跑去创业，甚至也当天使投资人这样子的角色。那总之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去反思说，什么东西才是我的独特知识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独特知识也是校准了好几个版本。就在一刚开始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按照这样的定义，那我应该可以把我的写作能力变成一种我的独特知识吧。因为当时还没有 AI 啦，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把写作当做我的一个独特知识。就是说今天当一个题目来的时候，我可以在脑中有一个很快速的蓝图，可以去思考说它可以怎么样切角，如何连接不同的主题等等的。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就可以基本上很快速的去写下内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松的能力。某种程度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会变成是像是工作一样。我觉得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很常会有那种分组作业报告啊，或者是要写那种很长篇的心得之类的。然后这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就是我可能1-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我只要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可以知道要写什么东西，以及每一个小段大概要写什么。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的朋友啊或同学来说就是超麻烦的，因为他们要花很久的时间才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可能要花5到8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算是一种某种的独特知识，就是我相对擅长在写作，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这件事情，而我也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在写功课，或者是他像是在工作一样，他比较像是一个玩乐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后来 AI 就开始出现了嘛，所以到了现在其实也出现了大概2到3年的时间，所以我也就开始在想说我的独特知识就是有一天它会没有用了。其实呢，我认为独特知识如果你没有在进步的话，它肯定会是没有用的一个状态，因为 AI 它一定超强的，它一定可以帮你完成很多，比如说写作也好啊，或者是写程式也好，这些它都可以做到的能力嘛。可是身为一个人，或者是身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应该要做哪些独特的事情？后来我给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去寻找那些我真正好奇而且有兴趣的题目，试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子我学到的东西跟故事讲得更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 AI 可能还暂时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目前来说这是一个我的独特知识，就是我在选题上面啊，或者是我在这个切角的选择上面，它都会具有一些意义。那从这些意义当中，我可以去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研究的过程我学习到了什么样子的内容。他就说，建议追随你真实好奇心和热情来培养你的独特知识，不要去选择当下最热门的工作，而是找到那些你天生擅长而且喜爱的事物。这点我认为讲得蛮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蛮精准的描述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不要选择当下最热门的事，而是找到那些你天生擅长且喜欢的事物。很多时候就是在内容创作上面啊，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就是追当下的热点。也就是说，今天发生了什么科技的新闻啊，或者这一周发生了什么科技新闻，那我们就只讲这样的主题。本节目不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节目不做这样的事情吗？并不是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就是单纯我不太擅长追热点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需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前后的脉络。通常来说，你要去了解科技新闻事件的话，你不太可能花这么长的时间去了解。后来我就选择我比较擅长的，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那些主题，不管是过去我们讲过的 Shopify 啊、红牛啊，甚至是纳瓦尔宝典好了，这些事物它可能不见得是当下最新的热点，但是它某种程度会是一个大家可能过了2年3年之后回去听都会是一个很有趣而且会有收获的主题。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展出来某一种的独特知识，这个独特知识是你去追寻那一些你真正好奇而且你有兴趣的事情上，它就会带给你无形当中的一个独特知识。那除此之外呢，纳瓦尔他也说了，如果你热爱阅读，你就有个超能力。这里呢，他其实想要讲的就是说，真正稀缺的不是资讯，而是学习的欲望。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讲过 NobleLM 的文章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我有提到一个是，今天我们如果把一篇长文或是长篇的 podcast 丢到 NobleLM 或是其他 AI 工具当中好了，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内容它讲的资讯是什么。但是真正稀缺的东西不是资讯，因为资讯很快就可以搜寻得到，可是学习欲望是更稀缺的，更难去培养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今天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那你会想要为了这个主题挖到多深的资讯，这件事情只有在你身上才拥有。那当你有了这样的学习欲望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不断的去获得到很多不同的独特知识。所以这个呢，才是一个更稀缺、更难以培养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拥有这样的学习欲望而去培养独特知识，其实你可以透过阅读，你可以去阅读不同的长篇内容也好，或者是去听长篇的 podcast。 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你可能不会马上获得到这些资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培养你对一个主题的学习欲望啊，或者是学习兴趣。所以我认为是一个蛮独特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培养这些独特的知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介绍了独特知识的重要性，就是每一个人他所感兴趣的主题不一样，想要学习的主题也不太一样，那最后呢，其实就会变成某一种关于这个人他所拥有的独特知识。再接下来，如果我们要累积财富，我们要创造财富，我们需要一些放大器，也就是某种程度的杠杆。这个杠杆才可以去放大你的影响力，才可以让你的投入跟产出是脱钩的一个状态。所以接着在第5个概念当中，我们来介绍杠杆思维，它是如何帮助你放大你的影响力。那纳瓦尔呢，他其实就有讲了，就是说在知识型的工作，投入跟产出是存在高度不连贯性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优秀的软体工程师可以创造出比特币，创造数十亿美元的价值。那软体、媒体跟内容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杠杆，所以你创造一次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服务很多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来介绍一下他所提到的3个杠杆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呢，叫做人力杠杆。那人力杠杆其实是最古老的形式啦，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管理他人啊，来去放大你的影响力。人力它是一个劳动力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不容易去达成的一个杠杆，因为很多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情绪啊，所以管理的成本会很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很容易引发人际的冲突啊，或者是办公室政治等等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人力想象成就是组织里面有很多人，然后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去工作的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面临到就是需要去管理人啊，或者是怎么样把组织管理的好，领导的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而且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往往是超出大家的预期。对，人力杠杆呢其实是很古老的形式，而且它也是一个相对难去获得到的一个杠杆。也就是说你需要有钱，而且你也需要成为一个让人幸福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为什么是你来领导我这件事情，你可能就需要做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努力来去让大家知道说哦，你有这样的 credit， 所以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人力杠杆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古老而且相对难获取的一种杠杆。第2个呢叫做资本杠杆，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形式。当你今天证明了你有判断力有执行力，那资本就会找上你。如果你今天夺去了巴菲特的所有财富，那投资者其实还是会排队把钱交给他管理嘛，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判断力是非常厉害的，他可以帮你带来很大的财富。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是所有杠杆当中最难以达成的，因为它需要建立信用，而且它也需要声誉，所以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最容易开始的杠杆。那我们在这里其实讲了2个，一个是人力的杠杆，一个是资本的杠杆。这2个杠杆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他们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许可。比如说以第一个人力资本来说，你需要成为一个让人家幸福的领导者。那第2个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过去有一些战绩让大家来信服你这件事情。所以第3个呢，他讲到了一个不需要许可的杠杆，这一件事情是纳瓦尔他最推崇的形式。这不需要许可的杠杆它包含了3个元素，第一个就是软体、媒体跟内容。它的优势是它不需要经过别人的许可，你今天只要开一个账号，你今天只要开始写一个软体 Vibe Coding 也好，你就可以开始打造一个软体了。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
也就是说，今天多一个人听我的 podcast 来说，我的边际成本基本上是为零。我今天服务1000个听众、10000个听众，甚至是10万个听众，我所付出的成本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听众的增加而付出更大的心力或者是更大的成本。那另外呢，不需要许可的杠杆，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持续的帮你去创造价值。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付费电子报开在那边，我今天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不同时区的人想要看我的电子报，它其实就可以直接透过平台去订阅嘛。所以如果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人订阅的话，它就是一个我在睡觉的时候它还是持续在帮我创造价值的一个方式。他就提到比如说写文章、录 podcast、开发软体，这一些其实都不需要别人的批准，而且你创造一次它就可以服务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不好他就有一个比喻，他就说在工业时代当中，最厉害的工人顶多是比普通人强3倍，可是在杠杆的时代，其实差异是可以到1000倍甚至是更多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现在为什么是一个创业很好的时代，就是说因为基本上你可能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但只要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或者执行力，你就可以透过 AI 和网络就触及到全世界。所以这算是一个他所强调的不需要许可的杠杆，为什么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 reach 到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今天有独特知识，你需要一个杠杆帮助你扩大你的幸运，帮助你去累积财富的话，这件事情透过不管是软体、内容或者是媒体，都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会看 Podcast 的后台数据，那就会想说哇，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千人听我说话，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之外呢，因为 First Story 它的后台数据可以看到全球的听众分布地图，就是它是绿色的一个页面，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一个国家听的人比较多的话，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比较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看到可能美国就是很深，然后台湾很深，还有整个欧洲可能就稍微浅一点，听的人数可能比较少。这个杠杆就是非常有趣，因为它可以帮你触及到不同国家的听众，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如果你告诉我在3年前、2年前跟我讲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没有办法相信，就是哇，我的内容可以是让不同国家的人收听到，而且大家是会有兴趣的。那总之这其实就是一个纳瓦尔他想要强调的一个杠杆的概念。接着我们就要来介绍第6个概念，也就是说判断力的重要性。我们刚刚前面讲了独特知识，有了独特知识之后就需要杠杆来放大你的影响力，但是呢，接着这个判断力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纳瓦尔就会强调说，在接近无限杠杆的时代，判断力成为最重要的技能。他认为判断力比努力更重要，这并不是说努力不重要，而是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他认为呢，你可以在餐厅非常努力工作80个小时，但这件事情很难让你变得富有。他就说关键是知道该做什么，跟谁做，跟何时做，这是我们过去提到的人生的3个关键问题嘛。纳瓦尔他对于判断力的定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就说知道你的决策的长期后果，你可不可以从你的人生当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这件事情有2个层面，第一个是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去实现，这某种程度是跟你的独特知识啊跟杠杆有关的嘛。第二个是你要渴望正确的事情，你要渴望正确的目标，你一刚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这和我们之前聊过的 Founders Fund 的文章是有高度相关的，就是 Choose Good Quest 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在追求一个好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坏的目标，这件事情其实蛮困难的。除了追求好或者是坏的目标之外，判断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今天当我选了追求一个好的目标好了，那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确保我的选择我的决策都是接近正确的，或者是接近我的价值观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2个人在做决策，一个人的正确率是 70%， 一个是 80%， 那后者在市场的价值可能是前者的100倍嘛，或者是1000倍。为什么呢？因为在杠杆的时代当中，小小的判断力的差异就会被放大成巨大的结果差异。比如说如果这2个人都在管理10亿美元的基金好了， 10% 的判断力的差异就是1亿美元的级别。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这样子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培养我的判断力。其实纳瓦尔他有提到3个方法，第一个智力跟经验的结合，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理论知识是需要跟实际的经验去结合嘛，也就是说你需要去大量的阅读，同时你要去实际的去做事、犯错跟学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的过程嘛。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在听完这一集在讲纳瓦尔的内容之后呢，你也可以去看纳瓦尔宝典，你也可以去听很多纳瓦尔的访谈，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说我如果今天来实践看看它的独特知识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杠杆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有哪一些经验，或者是我会有哪一些的改变。这个过程呢，其实你就是把理论知识跟你实际的经验结合，变成属于你自己的智慧。那第二个呢，就是快速迭代的错误修正，也就是说纳瓦尔很常提到判断力是来自经验，而经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简单来说就是快速犯错，快速学习。那这个时间其实我认为不太能抓得太短。如果今天我改了一个，或者是我调整了 Podcast 上面的一些结构好了，我会去看它一季的整个表现，然后再决定说它的成效好或是坏，再来进行更多的修正，而不是说我今天第一个月就是这样改，那第一个月如果没有成效的话，我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再改回来。就是你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反应，才可以看到成效。那第三个呢，就是保持情绪稳定，因为很多时候情绪它会蒙蔽了我们的判断，你的感受告诉你的可能不见得是事实。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要让你的感受跟事实去做一个脱钩。所以呢，这又可以讲到我最喜欢的那一句话，投入不明智的赛局就算赢了也只能得到愚蠢的奖励。因为这件事情它其实提醒我们应该要判断如何做事之外，更要判断该做什么事情。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赛道去奋战，而不是在一个错误的赛道上面努力奋战，就最后发现自己一头空。其实这就是有了杠杆，有了独特知识之后，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一个好的追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子的追求是好的，什么样子的方向是一个正确的，它就是需要有判断力。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了如何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以及独特知识还有杠杆跟判断力之外呢，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讨论复利效应，也就是长期思维跟要怎么样才可以拥有耐心呢。这也就是我们的第7个概念，耐心的力量。纳瓦尔呢，在这个主题当中，他其实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中的所有回报，不论是财富、关系或是知识，都来自于复利。在这个概念当中呢，我们会来介绍复利效应跟长期思维，因为这两个呢是累积价值的一个关键。那他其实就说复利的本质是信任，就是当你成为值得信任的时候，复利就会在你的民生关系跟财富上面发生。这样子的互惠关系呢，其实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所以纳瓦尔他其实就很强调，就是说你要找到可以玩长期赛局的伙伴，因为在长期赛局当中，每个人都在让彼此变得富有，在短期的赛局当中，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富有。这点我认为非常非常难做到的原因在于，如果大家有听过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就是棉花糖测试的话，就是先给小朋友一颗棉花糖，然后跟他讲说等10分钟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第2颗哦，那前提是你不可以把这一颗棉花糖吃掉。那某种程度你就是要忍住这个短期的诱惑，才可以换取一个长期的回报嘛，就是说我等10分钟我就可以吃2颗，那所以我现在先不要吃眼前的这一颗棉花糖。但这件事情如果放到我们的工作或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件事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在忍个2年3年之后，这个棉花糖会变多，它有可能会变得更少，这是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忍住眼前的诱惑，而不去吃掉眼前的棉花糖，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即便我们都知道长期的思维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怎么样忍住诱惑，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很容易落入短期思维的陷阱里面。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很好，可是它就是需要你持续的投资时间跟心力，你才可以看到自己身体变好嘛。那很多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蛮痛苦的，而且它不是短期之内就会成效，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今天稍微放纵一下，我来吃个洋芋片，喝个汽水之类的，就是你会要放纵自己做一些违背健康的事情。那总之其实这就是一个短期陷阱的诱惑嘛，因为你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保持是一个相对轻盈的状态，可是有时候短期诱惑的陷阱就是还是蛮迷人的，然后你就会被诱惑到。
那总之呢，其实我觉得偶尔吃是 OK 的啦。那不过呢，在这之外，其实纳瓦尔他有提到，就是说复利不只是用于财富啊、健康，也适用于学习当中。他就说呢，每天读1个小时的科学、数学跟哲学，7年之内呢，你就可以跻身人类成功的上层。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你不需要一口气精通所有的领域嘛，你只要在特定领域当中持续的累积，时间就会帮你完成剩下的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耐心也是必要的啊，就是当你具备所有条件之后，你还是需要时间。可是如果你一直去计算时间的话，你就会在成功来临之前失去耐心。这点我相对有感，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回去看我早期写的电子报的内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当时写的内容其实跟现在我会想要投入的切角啊，或者是会想要的问题都会变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的知识量已经比当时的我要更深了，然后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写或者是怎么样去连接不同的主题会是一个更好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不要去计算那个时间，因为如果你一直计算时间的话，你就会失去耐心，你永远都可以发现自己在过去的不足，反而会忽略了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投入的努力，而你的努力其实到了某一个瞬间，它就会累积帮你推进变成一种进步。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长期思维它会去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啊、学习啊，甚至是财富等等。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持续而且努力的投入在自己有兴趣的主题上面，或者是财富、人际关系，甚至是学习，它都会慢慢的带给你成效。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时间，让自己慢慢的往前进。接着呢，我们就要讲到第8个概念，也就是整体自私。这一个概念是他最近在 podcast 当中新提到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创造价值。虽然我认为这一个概念可能在大家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是我认为这是纳瓦尔他最诚实而且也蛮实用的一个建议。他就是说，我是整体自私的，我想在我设定要达成的一切事情上都能客观的成功。一刚开始呢，我听到自私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有听错吗？就是怎么会突然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说其实自私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被大家所推崇的一个特质，但蛮想听听看纳瓦尔他在讲些什么的。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觉得 OK， 这真的是很像他会讲的话，而且我也蛮同意他的说法。他就说呢，每个人其实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个位置，只是很少人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就举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他说很多人就会被问到说要不要去参加婚礼啊，那大多数人的回应都是说当然啊，我很乐意，然后内心里可能会在想说我根本不想去。那纳瓦尔就说他不会讲这种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他就觉得说这是在浪费生命当中宝贵的时间。他说不要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生命如此的短暂啊！我得说这个概念大家都懂对吧？但是实际做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可是很多时候好像就是慢慢的要去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可能真的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很容易会因为相怨或者是因为人情而去做了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或者说了一些你不想说的话。那我觉得在纳瓦尔的整体自私的这个概念上面，可以把它归结成几个特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对自己诚实，不要自欺欺人，承认自己真正想要做些什么。他就说他其实不会去设定固定的行程，也不会去参加他不想去的活动。他的妻子知道说不要帮他安排任何社交活动，因为他不喜欢这件事情。对，其实这个就是对自己诚实，同时也对他人诚实。然后第二个叫做设定个人界限。那会儿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他就说你越想亲近我，你的价值观就要越正确。他就说这不是傲慢，而是保护自己的能量跟时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内心蛮震撼的，就是你越想接近我，你的价值观就要越正确。怎么说？为什么？这会不会让人家听起来好像有点自大的感觉？但后来我实际遇到一些案例之后，我发现我可以理解这样子的规则，或者是理解这样子的概念。一个原因是因为朋友之间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价值观而有一些分歧的状态，那这不同的价值观本来人跟人之间都会存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差异，可是一定有一些价值观是你的底线，比如说正直也好，或者是不要欺负别人或是霸凌别人等等的，这可能是你的个人底线。但如果今天有一个朋友他踩到这样的底线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是符合你的价值观了。那所以你就要开始考虑说你要不要跟这个朋友继续保持关系。所以我其实蛮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你越想亲近我，你的价值观就需要越正确。因为如果你是在跟不对的人来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不断的去损失自己的能量跟时间。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就是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时间。那到了第三个呢，就是优先处理最重要的事情。纳瓦尔就说呢，他的第一优先是健康，之后才是家人，再来才是工作。他就说只有照顾好自己，你才可以照顾好其他人。这里我认为可以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你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个强大是说不管是在心智上面或者是身体上面都是，就是你必须要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好你爱的人或是爱你的人这样。那第四个呢，就叫做拒绝罪恶感。他说不要因为拒绝别人而感受到内疚。纳瓦尔就说罪恶感是社会灌输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变成乖巧的猴子。其实有一阵子我真的非常害怕去拒绝别人，但是很多时候就会想说啊，这真的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因为可能人情压力啊，或者是害怕拒绝而让自己有这种罪恶感。他其实想要强调的自私并不是说自私自利，而是说一种对于自己负责的态度。也就是说当你真正快乐的时候，你才会让周围的人也更快乐。这让我想到一个朋友说，他说只有你才能负责你自己的快乐。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快乐啊平静啊这样子的想法都是因为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让我们快乐。他说其实不是，你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快乐，你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的心情是保持平静保持愉悦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要先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需求，你才可以更真诚的去跟人家互动，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义务感而勉强自己。你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说哦，你其实可以真正让自己快乐，而不是让自己深陷在一些不断去消耗你能量的事情上面。就是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说你先带好自己的氧气罩，再帮助其他人。就是只有当你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变强大，你才有能力为其他人你爱的人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个其实是他想要讲的整体自私的概念，就是他不是说真的自私自利，而是说你要先优先的善待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才有机会去照顾别人。那第9个概念呢，就是不要太严肃看待自己，要保持弹性跟拥有成长心态。我觉得在这一个最新的访谈当中，他谈到就是说不要太严肃的看待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对于自己的标准很高，或者是有时候会太过于严肃的看待自己。他说因为当你越严肃看待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越不快乐。那为什么不要太严肃看待自己呢？那完了他就解释了几个原因。他就说第一个就是自我设限，当你太看重自己形象地位跟成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被困在一个自我设限的框架里面。也就是说你会害怕失败，害怕尝试新事物，害怕看起来很愚蠢，或是害怕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当害怕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又越难放下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会说不要太严肃看待自己，因为它会导致一个自我设限。那第二个就是说成名的陷阱。纳瓦尔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说成名的陷阱之一就是人们会开始相信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然后就没有办法做出改变。他就开玩笑说如果明天我要宣布当一个霹雳舞者，一定会被嘲笑，因为这跟他的形象太不符合了。可是他就说这是一个成名的陷阱，因为当今天如果他不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某种程度因为这样子的成名而被限缩在了某一种特定角色当中。也就是说创业者或是投资人等等的。创业者跟投资人不应该去成为一个霹雳舞者，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蛮吊诡啦，为什么不行，对吧？那第三个呢，就是阻碍成长。因为当你太严肃看待自己的时候，你会阻碍你的成长。那么他就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有重新开始的能力，比如说像是 Elon Musk， 他其实很愿意重新开始所有事情，他很喜欢从零到一做的事。那等一下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讲。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很愿意全部从头来过，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事业。那纳瓦尔他其实也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他常常看着自己8岁的孩子，然后就发现说这孩子可能已经有我60到80% 的智慧跟知识，而且有更多的自由跟自发性，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我聪明。纳瓦尔他就说我们和小时候的自己其实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更深刻来说你可能还是那个9岁时的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外在的变化，就是
当我们开始长大之后，有了成就，有了一些名声之后，我们会开始限缩自己。可是很多时候他会说尽量的去拿掉这样子的东西。第一个，你可以去保持谦逊，你不要被过去的成就跟身份绑住。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你就会陷入到这个成名的陷阱，或者是自我设限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保持好奇心，像孩子一样对世界保持好奇，不要假装自己什么都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允许自己犯错。如果你太看重自己的话，其实你就会限制自己的行为结果。那这件事情其实会让你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发展，或者是没有办法快乐的去探索各种不同的东西。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就是尽可能的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才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其实可能过去很多的内容当中，有看到很多听众啊或读者的补充，都会让我觉得哇，这才是我做这一集最大的收获。因为很多东西我不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其实也没有发现，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去搜寻。但是因为有不同人的补充，那就会帮助我更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因为只是一刚开始我也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高嘛，就是说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来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了解跟大家分享。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补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 nice， 大家都会想要帮忙补充很多不同的面向啊，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视角，都会让我自己学习到很多。就是我除了写完这一期的内容之外，我其实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有趣的地方。这里呢，就是我们在介绍纳瓦尔他在谈整体自私的概念，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保持弹性，而且有一个成长的心态。他其实有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笑的，他是说不要太过严肃对待自己嘛。他就说如果你太过严肃对待自己的话，其实最终你只是一个有计划的猴子，就是 You are just a monkey with a plan。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讲第10个重新开始的勇气。就是这一个概念呢，是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也就是说，纳瓦尔他说最难的事情就是重新开始，回到零，重新爬山。他观察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成功的人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开始。他其实举了 Elon Musk 的例子，他就说他从 PayPal 赚到了2亿美元，然后把1亿投资到了 SpaceX， 8000万投入到了特斯拉，2000万投入到了 Solar City， 最后呢他还得借钱付房租。这种愿意把一切压上重新开始的勇气是真正成功者的特质。他除了这样称赞 Elon Musk 之外呢，我认为他自己也是啦，就是你看他其实已经财务自由了，基本上他有70几家的公司投资过都出场了，甚至有10家变成独角兽。我相信从他的投资回报当中都已经可以让他过上一个退休的人生了，就是他可以不用为了钱烦恼，他不需要工作，他甚至可以躺平了，他不用努力了。可是呢，他还是不断的在去创造新的产品，进入新的领域。比如说他前阵子做了 AirChat，虽然没有大成功，但他说他仍然对于自己建造的东西感到自豪。实际上其实我认为他说出没有很成功这件事情，甚至有点失败，都让我蛮佩服他的。就是他是在 All In Podcast 上面说的，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这是一个大家都会看的节目，那他在上面这样说之后，其实会让我更加的佩服他或是尊敬他，因为他很大方的去承认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他失败的地方，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就是他很适时的说出来，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没有爆红，没有成功，但是他还是为自己打造的东西感到很开心很自豪这件事情。他其实就提到了，就是说重新开始需要克服2个障碍。第一个就是恐惧失败，就是纳瓦尔说在现代社会当中失败的代价其实很小，就是即便你失败了，只要你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做，人们都会帮你的。所以他认为就是恐惧失败这件事情会导致说我们不敢重新开始去打造某样东西啊，或者是重新的归零，重新来过。那第二个话就是身份认同，他说不要被过去的成功所定义。那我就要提醒，就是说创造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需要从0到1的，所以这意味着你必须要回到0。那这个概念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啊，很多时候我在开始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我就会非常恐惧失败。但其实你想想，这种恐惧失败是毫无来由的，因为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尝试一个新事物，它不见得会说这个失败之后我可能就没有钱了，不会，就是它只是一个你可能会损失掉一些时间，但是实际上你一定可以从这之中学到一些经验。所以很多时候在开始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会很害怕，然后我会很害怕失败，我会很恐惧失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更认识自己嘛，就是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因为焦虑，或是为什么会因此感到压力。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提醒自己，其实失败也没有那么严重，它就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结果。那其中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成功嘛，所以尽可能的不要去害怕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因为我自己也很常会害怕。总之呢，就是重要的事情是不要维持某一个形象，而是要持续的成长跟持续的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发现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啦。当你试过的新事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减少掉这种失败啊跟害怕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有这种重新开始的勇气。总之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摸索，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相对舒服跟自在的一个方式。最后呢，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10个概念有什么。因为这10个概念其实就是从一刚开始的目标到方法再到心态嘛，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第一层呢，其实就是目标设定。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解释了财富带来的自由嘛，以及第二个就是让幸运变成一种命运，也就是让你专注在第4种运气上。那第二层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成为值得信任的人，也就是把自己产品化的概念跟培养独特知识，建立杠杆系统，还有判断力。那第3层呢，就是一个执行的原则，也就是说长期思维跟耐心，还有整体自私跟不要太过严肃看待自己，以及重新开始的勇气。那当然呢，这10个概念它不是分散的，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我们今天知道的目标，才能选对方法，用对心态，才能持续的执行下去。最后我也可以分享，就是这几年来我不断重读纳瓦尔宝典啊，甚至是说在每次去听他的 podcast 访谈当中，都会有一些新的体悟啦。我认为纳瓦尔的智慧，它不是那一种读一次就可以完全理解的，它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反复去实践跟验证的。就刚开始懵懵懂懂看着纳瓦尔他说的如何不靠运气致富啊，甚至是独特知识和杠杆等等的，你那时候就会想说好，其实如果我照着做，我是不是就会致富了，是不是就会赚到很多钱。那非常诚实的说啊，就是在这件事情看完书之后是完全不会立即发生的，就是致富不会啪就突然就哇你今天就变得超有钱，不会。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看完这些概念之后，在经过一段时间回头检视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看完这一本书，我第一次看可能是4-5年前了，然后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我默默的在实践纳瓦尔他所说的用自己的名字承担责任，使用内容、杠杆跟运用独特知识等等的概念。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缓慢的在实践啊，因为我就把它变成床头书嘛，所以我每一天基本上我都会翻一下。那在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看我有没有达到他所说的，或者是说我有没有在使用杠杆，我有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去做正确的选择。这件事情其实都会帮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帮助你去过上你的理想生活。就是我不认为纳瓦尔他在讲的是说哇我们真的要赚好多钱之类的，不是，而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到达一个一定的收入，那一定的收入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开始去看更多这种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生活问题嘛。比如说你要怎么样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等等的，或者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人都是真正爱你的人，然后也是你爱的人，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钱买的。那你有没有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他更在意的。所以其实在写这期的时候，我就会不断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我相对理想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相对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如果是的话，那我还可以再从哪边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放更多的心力在一些没有办法用钱买到的事情上面呢，等等的。那总之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总结几个我在这个当中学到的一些 lesson learned。就是说第一个是关于建立价值，就是纳瓦尔他其实教会我蛮重要的一堂课，就是说或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要试图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如果大家有看过 Lady Bird 熟女鸟的话，它是一部电影，它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台词，他就说 What if this is the best version， 就是他在试穿了一件衣服之后，他问他妈妈这一句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找我们自己 best version 啦，因为虽然听起来有点陈腔滥调，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真正理解并且实践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真的是一个更有力量的策略。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不要试着去模仿成为别人，因为最终那不是你自己，你自己一定有一些独特的声音、独特的经验，甚至是独特的人生经验，都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而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可以成为值得信任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基础。也就是说，把自己产品化的最重要的那个概念是 yourself， 不是 productize。如果今天没有了那个 yourself， 那 productize 它根本就不成立。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在所有内容当中我最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要试图的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最好版本的自己，那恭喜你，超棒的，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累积和运用价值啦。因为不管是复利思维啊，或是长期赛局这件事情，其实过去贯穿了我们在谈论很多这种，不管是 KK 也好，或是 Tony Fadell 的书也好，其实都一定会谈到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不再去追求这种快速的成功，而是专注在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耐心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只是我觉得在资讯爆炸时代，或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别人跑得更快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落后，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缺乏一些耐心。就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毛病啦，你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哇，别人好像冲得很快，自己是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但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是进步的比较缓慢，不是代表你没有在动，那只是说很多时候你应该要去专注在那些你自己有成长，或者是定期回顾过去的自己跟现在自己有哪些差别的一个地方，才会帮助你更有耐心的去追求好的目标。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也很注重长期关系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要建立一些长期关系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说，这是我愿意合作10年的人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开始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关于心态调整当中，其实整体自知是我在最新的访谈当中听到一个蛮喜欢的概念，就是说学会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以前我常常会因为拒绝别人而感到内疚，可是我现在会知道说，好，就是只有我更好照顾自己，我才可以产出一些好的内容。但是如果这个合作可能不是我真心喜欢的，或者是我觉得没有这么适合，可能就会推掉。那就是非常诚实的跟对方说，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太严肃的看待自己，这件事情会让你放下一些可能类似像是偶包啊，或者是一些 ego 等等的，让你去更愿意尝试新事物。那这件事情当你不再害怕，或者是不再害怕被嘲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最后呢，我想要用纳瓦尔他常常问自己的几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 podcast。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永远不会被解雇的话，我会做些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事情我可以做一辈子都不会厌倦？第三个呢是，如果钱不是问题，我会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第四个是我在哪里可以提供独特的价值。那这些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认为在这思考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很有价值，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而且它会有一个属于你版本的答案。那纳瓦尔其实就说了，智慧必须由你自己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就是自己去读纳瓦尔宝典，去听纳瓦尔的访谈，因为在这之中你都会获得到不同的启发。那这样子的启发带给你之后，你其实可以在生活跟工作当中去实践，最后你会有一个属于你版本的答案，那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版本的自己。那记住呢，成功不是目标，它是副产品。所以当你专注在于创造价值，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成功就会自然来到。最后的最后呢，让我来自卖自夸一下，就是这一期的电子报。这一期的电子报呢，我们在写把自己产品化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概念是纳瓦尔宝典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概念，因为其实在这一个想法当中，纳瓦尔他没有花太多的篇幅解释。那所以就是过去其实我看了很多次的纳瓦尔宝典之后呢，再加上听了他的访谈，以及我自己实作上面的一些经验，我发现把自己产品化的这个概念变成是一种飞轮的时候，也就是说它这之间包含了哪一些关键因素，这个关键因素要怎么样去做转动，以及它包含了什么样子的想法，以及怎么实践。在这一期的电子报当中写得非常的详细，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我内化了所有关于纳瓦尔宝典知识之后的一个想法跟心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电子报，就是每个月只要188，一年只要1880。除了可以看到这一期的电子报之外呢，你接下来的每个月都会收到关于科技公司的讨论，以及
这些投资者或者是创业者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还有一些他们的人生智慧。总之呢，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期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去订阅了。以上呢就是在聊纳瓦尔的10个人生智慧，结果没有讲到2个小时，没有关系。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喜欢商业和新创故事的内容，也欢迎订阅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电子报。我们每周3中午会更新 Podcast， 欢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记得把 VK 科技阅读时间这档 Podcast 推荐给你的同事跟朋友。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5星留言好评刷起来，让我可以知道你在这一期当中获得到哪一些的新知，或者是给你什么样子的帮助。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